各位朋友，大家好。昨天呢，拜登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谈了很长时间，一共谈了90分钟。具体的内容呢，他们是没有向外公布，但是呢，中共外交部和美国的国务院呢，各自都发了一则很短的这个公告双方的公告呢，有一点是一致的，都说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对话，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谈具体的事务，而是就双边的关系的一些大原则、大方向进行了这个交流交换。但是呢，双方公告各自强调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都是强调了自己这一方面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对于中美关系的核心观点。看了这两个公告之后再结合着过去8个多月以来也就是拜登上台以来一连串的这个双方的接触和双方的表态，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双方对对方都有误判。尤其是美国对中共有重大误判，在这种重大的误判的基础上，当然他们制定的这个对华战略那就是错误的。那我先呢来谈一谈中共这方面他这个习近平对拜登所讲的这方面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可以总结为2点第一个呢就是满腹牢骚。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全部都是美国的错，完全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不承认自己过去采取了下三滥的这个贸易手段不承认自己在南海搞军事扩张也不承认他们盗窃了技术不承认向全世界渗透至于这个恐吓台湾还有镇压香港、镇压新疆、镇压西藏，那都是中国内政不关美国的事。这也就是说，习近平他完全搞不清楚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共的这个态度会这么大的转变，搞不清楚美中关系转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中共自己做的那些破事做得太过分了，让美国人看不下去了。那习近平的第2个主要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主要的内容就是他表达了他的幻想。习近平说他希望中美关系还引用了诗句了，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还在想着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可能。怎么可能改善呢？现在美国的政界和民间绝大部分的人都对中共很讨厌充满了敌意。习近平难道他不知道吗？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美国过去这2年对于中共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利的法案几乎都是2党一致通过的，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还是不想放弃幻想。习近平对拜登说我们现在应当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他要拜登拿出所谓的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量的恢复到正常轨道。这也就是说，他还在期待拜登会对抗美国的这个政界的共识，会对抗美国的主流的民意去跟中共搞好关系。他把这个称之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我在以前的这个视频当中曾经讲过，说习近平他有个特点，就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党内斗争宫廷斗争他是一把好手，甚至连江泽民曾庆红这样的一些老狐狸都被他骗过了都被他打败了。但是呢，他对国际格局、对世界大事那完全是懵懂的，对美国的政治他更是一窍不通。甚至他的整个的所谓的智囊班子在国际事务方面可以说个个都是草包过去他们是误判了川普，认为川普就是个商人嘛商人重利轻义嘛，所以只要给他经济上的好处就能够把他搞定。哪里知道川普发动了贸易战，而且呢他还启用了这个蓬佩奥彭斯还有伯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很熟练的老练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那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贸易战这个层面上面，而是他们以贸易战为契机，把美国政坛引导到这个新的一个轨道上面，彻底的抛弃了过去的绥靖政策确定了这个
美中对抗的这个大框架。那现在呢，习近平又误判这个拜登了，对拜登抱有幻想，幻想他拿出胆识和魄力逆美国潮流而动。他完全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政体和中共完全是不一样的。即使是拜登现在心里面有想法，想跟中共搞好关系，他也是寸步难行，因为他是要受到美国国会的制约的要受到美国民意的制约的即使是在他自己的那个行政班子里面他也是要受到很多力量制约的。所以面对这种浩浩荡荡的这种美国主流民意拜登只能够顺从，逆流而动的话他就会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轻则他会被架空重则他可能被赶下台，甚至他如果跟中共真的勾结出卖美国的利益的话，他甚至有可能被送进大牢的。美国总统不是中共的总书记这个道理呢习近平到现在还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当然了，幻想归幻想，他呢也是同时做了最坏打算的。他过去说过好几次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前几天他在中央党校的那个讲话还在说要过好日子就必须要斗争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人呢，他这个对美国不了解，但是呢他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果是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如果是拜登能够改变态度那当然最好，如果是不改变我就跟你斗过我就跟你来进行斗争。那在这个拜登这方面，美国这方面呢在这一次的对话当中他们说了3个核心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长期竞争他提醒习近平美中这个是长期竞争的这种关系你要认清楚这个现实，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那种你好我好哥俩好的那种状态，回不去了。那第二呢，他说要避免冲突要避免局势失控，也就是说美国想跟中共是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正常的竞争和平的竞争美国不想跟你打仗，大家来比国力比谁的科技发达，谁的经济发展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咱们看一看国力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到了时候你自己太弱了那你就自动放弃了说白了，拜登呢还是想用过去美国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共首先呢，他是在这个军事上面、外交上面围堵遏制中共，让他们呢不能够乱来，不能够到处搞侵略搞渗透扩张。然后呢，美国大力发展科技发展经济，跟中共在这2方面拉开距离，到时候再以绝对的优势的这个国力让中共自己认输，或者是让中共自行解体。第3个观点，拜登所说的第3个观点就是争取合作，主要是在气候问题和核武扩散的问题上面来合作这3点呢，拜登当局过去这几个月都说过好多遍了，这次谈话当中又重复了一遍但是呢，我必须得说这3种观点呢都错了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首先呢，跟中共合作这是不可能的。拜登的班子真的是太不了解中共了。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逻辑就是气候问题、核武扩散的问题，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如果是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那么各国包括中共他们都会受益，包括中国都会受益解决的不好呢，各国都会受害。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共的逻辑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中共想问题，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是整个人类的利益不是考虑，甚至不是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中共这一小撮人的利益。气候巨变了，全球大乱了，或者是核战争爆发了他们甚至都可以西安以东全部都放弃，让它毁灭。中共是不怕的，老百姓死多少人中共都不怕，因为他们自己在太行山、在秦岭下面呢，他们有全世界最大的末日生存基地。中共甚至有可能还会觉得这个气候巨变和核武和这个核战爆发
这可能是一个机遇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了，美国会大乱，美国会毁灭，美国毁灭了之后，中共就有机会称雄了。所以他们怎么会在这方面跟美国去合作呢？他们不故意引发核战不故意制造气候灾难，就已经算他们客气了。美国人还幻想着跟他们合作，实在是图样图生破拜登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准备跟中共长期竞争这个长期这2个字错得尤其离谱。如果是长期竞争的话，那不错，中国的这个国力跟美国的国力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它就会和前苏联一样最后自行解体。说到底，拜登真的是不了解习近平的他的这个计划。习近平过去这几年反复宣扬了2个概念一个叫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一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说白了，他就是说中共要称霸要主导全球的秩序。那靠什么去主导全球秩序呢？靠硬实力他当然拼不过美国，100年也赶不上美国。中国所有的这些科技公司加起来，他们的研发能力赶不上美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比如说像谷歌像微软或者是 SpaceX 这样的公司，他们赶不上。那这个习近平当然知道那他想靠什么呢？他想靠的就是软实力我再给大家概括的来讲一讲习近平他的这个争霸的计划，全球争霸的这个步骤第一步，他是想他要在国内建立新的集权体制。那这个体制呢，是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来控制党政军民所有人的所有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包括社会联系。这样的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这么一个监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它就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这些特务警察系统，它能够把对政权有威胁的所有的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的这个科技实力虽然它没有办法跟美国相比，没办法跟美国竞争，但是呢，用于监控官僚、监控人民，那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这一步建立监控系统这一步早就开始了很快他们就会完成。第二步就是用现代化的生产力来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保障社会底层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比如说提供这个医疗、教育、住房还有养老这方面的保障保障的这个质量肯定不会太高勉强够用就行。这样呢，它就可以降低社会底层的这个反抗心理又可以营造所谓的这个和谐社会的气氛。那这种制度的雏形在古巴已经有了古巴的这个医疗教育和养老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住房吃饭也是国家可以保底的。只不过是古巴的这个生产水平太低了，他们的质量保障的质量太低了。中国的这个生产力比古巴高出几十倍了。只要习近平他改变了现在的这个分配制度，分配不公的这种制度，就可以比古巴好很多。那么这个第二步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成等到完成这2步之后，那么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就会为了面包放弃本来就不多的自由，而且呢，他们会把习近平当成是千年明君那个时候可能还有少数的反抗者，但是那些少数反抗者会被及时的发现，被及时的镇压。那个时候习近平的独裁统治那就非常的稳固了。然后就是第3步，就是对外输出这种体制输出这条道路。习近平过去经常宣扬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世界各国的那些独裁者或者是想当独裁者的那些人，他们当然就会纷纷主动的去向习近平学习向习近平求助因为这一套体制它可以让这个独裁政体固若金汤这个对那些独裁者这个吸引力那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人能够抵抗这种诱惑那么那个时候中共就有了这个万国来朝的局面了。习近平不用一兵一卒他
他就会成为全球独裁政权的这个领袖了。它形成了一个独裁专制的阵营啊，就会比苏联当时建立起来的那个专制阵营那还要更加的庞大。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喜欢到处大撒币尤其是对亚非拉的那些穷国撒币撒得特别厉害，还大量的招来那些亚非拉的这个上层社会的这个子弟到中国来留学给他们很好的待遇，甚至是还安排女学生给他们伴读供他们淫乐。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他难道是钱多了烧得慌，硬是要撒出去吗？不是的，他是在超前部署。他是想让那些国家都有一批亲共的人，到了时候他一声令下，这些人就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来鼓吹习近平这套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将这一套制度引进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到了那个时候，甚至是有一些民主国家都会有一部分人会受到诱惑他们会认为习近平所这个实行的这一套制度实现了社会的公平分配共同富裕嘛。西欧、北欧的那些国家对习近平制度那个抵抗力应当会很强，因为那些国家他们的这个温和左派长期的占上风，长期的实行这个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基本上他们早就消灭了这个贫富悬殊的现象，社会保障的程度非常的高。那些国家的人民他是不会羡慕这个独裁体制下的所谓的共同富裕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这个贫富悬殊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底层它可能会对习近平制度产生好感。那个时候反民主的这个极左派那就有可能壮大了极左派壮大了之后，极右派也有可能相应的壮大，因为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是这个互为仇敌结果呢就是这个温和派的这个左派和温和派的右派，他们会被边缘化，极左极右激烈的斗争，那么美国就会被撕裂。美国被撕裂了之后，他就失去了领导自由世界的能力，那么中共领导的这个独裁阵营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的势力，习近平就成了世界新秩序的主导者了。这才是习近平真正的战略看起来拜登这个班子根本不了解这种战略，如果他了解了就不会打算跟中共长期竞争，因为长期竞争就意味着不想尽快的弄死中共不弄死他，那就是给他时间，就是给他机会去建立一套这个新的集权制度。建立这套制度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我给大家来算一算，习近平他如果是顺利的度过了20大，那么他终身的这个独裁统治者的地位那也就确立了。然后他只需要1-2年的时间，人民币数字货币就推行全国了同时呢，天网还有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就可以整合完善现有的监控体系了。然后再给他1-2年时间，所谓的共同富裕的这个新的分配制度也就建成了，社会底层得到了面包放弃了自由，甚至是自愿的抵制自由。再用个5到10年的时间，全球的独裁者就会纷纷效法新兴的民主国家就可能复辟专制了世界专制阵营就会空前的浩大。中共呢真的就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了。如果是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再发生内部的这个动荡那么中共甚至可以称霸全球，后果就是这么严重不尽快消灭中共，后果就是这么严重。所以说这个长期竞争的战略是大错特错。拜登上台以后呢，虽然他跟这个川普一样还是在跟中共对着干关税还是在继续收派到西太平洋的这个军机军舰也是越来越多在联合这个欧洲盟友方面甚至他比川普还要做得好。但是呢，他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不如川普尤其是不如川普执政的后期。
拜登和川普这个后期对华政策啊，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啊，川普后期的这个战略目标是消灭中共，而拜登呢是长期竞争。在2020年的7月份的时候啊，川普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说中共在基因里面呢就是要统治全球的，因此呢不是我们改变他们，就是他们改变我们。这是国际政治的一套语言。如果是翻译成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说美国和中共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不是美国把中共弄死，就是中共把美国弄死。那么既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美国的这个川普这个班子有了这种判断，那么当时川普当局的他的这个战略目标也就非常清晰了。也就顺理成章了就是尽快的弄死中共。我在去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当中一直是主张这个大家支持川普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川普的这个班子他在反共灭共的大方向上面已经确定了，而且呢以美国的实力地位，要是真的跟中共打起来，即使是欧洲那些国家1000个不愿意，但是真的打起来之后，他们也得被动的站队，站到美国的这一边。所以说美国只要快一点动手，趁着习近平的这个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趁着现在体制内的这个反习派和体制外的老百姓都还有一点反抗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在短期之内让中共垮台的比如说美国可以集中力量攻击习近平公布习近平和他的那一批亲信他们在海外的资产，让反习派可以有机会群起而攻之，这样中共体制内就可能陷入内乱。另外呢，在南海他们可以强拆中共的这些军事设施，动摇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这个地位和威信那么打了败仗的那些军队他们是最容易倒戈的。另外呢，还可以追究习近平在扩散疫情方面的责任，强迫习近平你给我交出这个病毒的数据，习近平肯定是不能交那就正好有理由来对他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比如说不让中共买到任何晶片不让中共使用美元结算系统，这样瞬间就能让中共的经济崩盘。经济一崩盘，那么中共这个庞大的统治机器它就不能够运转了，那么瞬间各种社会矛盾就会一起爆发。那这么做呢，当然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冲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短痛。如果是美国像现在这样不紧不慢要跟中共长期竞争，错过了这几年的这个关键的窗口期，让中共重建了一套新的制度，让中共输出这一套新的制度，那全世界就完了，全世界就会经历漫长的痛苦是长痛更加的糟糕。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拜登已经上台了，除非发生极端事件3年之内他不会下台。那如果是这种极端事件发生了，恐怕美国的政局也会动荡好长时间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那么动荡的美国它也不可能集中力量来消灭中共。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的去游说拜登和美国国会让他们了解中共，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中共尽快的改变策略。所以说希望在美国的民运同道大家一起努力更希望在美国的台湾人、香港人和所有的反共人士大家一起来努力游说美国做出改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